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在京都生活的时候，我有一些列为私房景点的寺院。这些私房景点有3个主要的特征：一是交通要方便，二是环境要很宁静，三是有可以坐下来长时间发呆，却不会影响其他人的空间。这3个条件都满足了，加上有个启发禅意思考的庭园，才会进入到我的私房清单里。分享4间我的京都私房景点，有大德寺紫院之一的瑞丰院，位在京都北边阴风的长照寺，藏身在洛北的金福寺，还有在市中心的相国寺。这些地方其实知名度不算低，而且室内环境很不错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去总是能抓到独享宁静的时光。想要感受京都独特的舒缓节奏吗？现在就跟我一起去这4间寺院庭园看看吧。大德寺是京都北部最大的寺庙，也是日本禅宗临济宗的重要据点。大德寺有超过20个寺院，当初是为了庇护武士而建立的寺院，每间都有各自的特色。这里被视为日本茶道的精神家园，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宝库。主要体现在室内的庭园和建筑之中。瑞丰院是1535年战国时代武将大友宗麟作为家族的菩提寺而创建，建筑都是国家指定文化财。现在的庭园是1961年祭祖400周年时，园艺师重生山林参与设计的庭园。独坐亭作为枯山水名园而广为人知，在苔藓上堆叠石头来展现蓬莱山。换个角度，代表蓬莱山和半岛的石块，散落在白沙波纹中，由聚而散的流动感，看似奔跑的涟漪，却能让心情平静下来。坐在园侧，这里如同庭园的名字一样，独坐便能进入禅的意境，静静地获得泰然的心境。后方的闲眠亭源自禅语闲眠高卧对青山，亭是以7块石头将十字架藏在枯山水里，
这个十字架之亭非常的隐晦，没有看过说明，根本看不出来十字架在哪，是个要用心感受的庭园。也可以进入茶室，感受侘寂的美感。其实大德寺的每个寺院都不大，但各自庭园都有不同的意境。在观光人潮不多的环境里，坐在木头地板上看着庭园发呆，享受无人打扰的悠闲，可能这才是京都最纯粹而真实的样貌。光岳寺、圆光庵、长照寺并称阴峰三寺，坐6号巴士就会抵达这一区，一般公车就能逃离市区的人潮。穿过枫林遍布的参道及朱漆斑驳的吉野门，就会看见本堂。参拜时会先进入本堂，观看10分钟 DVD 的历史介绍后，就可以在旁边的坐席区享用小点心。沿着本堂旁边的小路，可以深入庭园内部参观。长照寺是日莲宗寺院，由日前上人创立。但让长照寺声名大噪的，却是江户初期的吉野太夫。他是地位最高的名妓，也就是俗称的花魁。婚后的吉野太夫依钵于长照寺，并奉纳刚刚经过的那道吉野门，是长照寺最具代表的象征。红颜薄命的吉野太夫得子，死后就葬身在这里。一旁还有个带有圆窗的茶席宜方庵。近距离观察古迹的细节，透过光影反射美景的吉野窗，这里能细细地感受前人的典雅品味。虽然庭园不算惊艳，但是在无人打扰的清幽环境里漫步，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幸福。鬼子母尊像前的红色灯笼加上古树，让这里充满神秘的气氛。慢慢走，慢慢拍照，初秋的午后，像是穿越100年的一段旅程。临峰这一区是古时候的艺术村，现在则是古朴宁静的住宅区。虽然古迹的规模不算宏伟，
却能让人沉浸在田氏静心的气氛中。走在洛北的住宅巷弄中，这里隐藏了一间精致小巧的宝藏寺院。山门躲在如火烧枫红般的树丛中，似乎需要一点勇气才能通过入口。门口直接破题，像是划重点一样，告诉游客这里要欣赏什么。进入寺院，可以坐在本殿里欣赏枯山水庭园。本殿里面供奉观世音菩萨，壁龛里则悬挂着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肖像。金福寺是西元864年安徽深都创建，曾一度荒废。江户时代由圆光寺的铁舟和尚整修，才又恢复往日的活力。枯山水庭园规模虽然很小，相较于附近的圆光寺或思仙堂也没什么名气，却是个清幽的好地方。也可以沿着庭园的小径，从不同方向欣赏建筑。向后山的方向走，会走到俳句诗人松尾芭蕉曾经造访过的芭蕉庵。质朴的茅草屋顶，是铁舟和尚为了松尾芭蕉的隐居地而命名的。这里是俳句的圣地，境内很多俳句石碑，可以看见松尾芭蕉、羽谢无春的足迹。境内的高低落差，可以欣赏到市区及西山方向的景色。羽谢无春墓的位置是制高点，也是视野最好的位置。在室内，在户外，在高处，看似默默无名的小地方，却可以透过丰富的视角启发灵感。无人打扰的宜兰田市，最适合在这里发呆一整个下午。相国寺是京都五寺中排名第2的名刹，是临济宗相国寺派总寺院，紧邻着京都御苑的北侧，位置非常贴近市中心。相国寺是室町幕府足利义光于14世纪末建造，经过多次烧毁，1605年重建现在看到的佛寺，是日本最古老的佛寺。位在寺院正中心的法堂，于1605年第5次重建。里面的天花板有幅云龙图，抬头绕着室内走，感受云龙的惊人气势。
法堂后方是方丈，一进去就会看到一个白沙庭园。白沙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刺眼，其实这正是古人的智慧，透过反射的光线照亮室内，冬天还能保持温暖。钦差门是一座单间式竹门，也是京都指定有形文化财。走廊的拉门会非常有特色，看到这只白象，就会马上联想到相国寺。开山堂是供奉开山祖师吴中国师的殿堂，这里开始才是被我列入私房景点的区域。1807年重建后的开山堂，前方有个名为龙渊水之庭的枯山水庭园。不过，这里的枯山水跟其他地方不同，这里曾经真的有河水流过，这里被引出一条水道，有一条溪流从中流过。1930年左右，水源停止后，河流就干涸了。龙渊水之庭只有在秋季才会对外开放，但这里人潮不多，能见识到枫红围绕的美景。阳光和煦的午后，看着结构精美的构图，好像走进了画里，打个呵欠就能在阳光温暖的怀抱中小睡一下。对于私房景点的理解，有些人会觉得越少人知道，才越有私房的绝密性。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。私房是发自内心的认可，是出自慧眼独具的品味，也是来自彼此契合的默契。因此，我的私房不一定会成为别人的私房，那何不大方地分享自己的喜好呢？如果你也喜欢分享旅游的独到观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在多元视野的刺激下，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旅游品味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